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郑郑。关于外星人呢，我相信大家的好奇心从未降低过。从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到现在，已经经历了50年左右了。在这几十年期间，美国进行了多次登月任务，被称作为阿波罗计划。美国政府对于阿波罗计划真实性的态度也是含糊其辞，并且给大众隐藏了许多秘密。来到了近代，有人在网上爆出了一段阿波罗20号登月计划带回来的一具外星人女尸，外号叫做蒙娜丽莎，并且这个蒙娜丽莎居然还活着，生命状态是介于生与死之间的植物人。中国网民则称她为月球嫦娥。这个神秘的外星人为何突然冒了出来？发布这个视频的人又究竟是谁？而他又有什么企图呢？在2007年的4月，这个月球嫦娥的视频是一名 YouTube 用户流传出来的，讲述了阿波罗20号的秘密登月任务。宇航员登上了一艘古老的太空船，并且在外星太空船里面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外星人尸体，明确证明了月球上存在外星生命。该视频在网上流传后引发了广泛关注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真的。据宇航员描述，这个女尸身高165，有3只眼睛、6个手指，并且裸露着，面部五官还附带着奇奇怪怪的连接装置。由宇航员用镊子在拆除这些装置。一些类似血液或者生理液体曾经涌出并凝结住他的眼睛、鼻子、耳朵和嘴巴周围，这种液体也布遍了整个尸体，形成了一层薄膜。身体某种部分状态保持得非常好，头发和皮肤看上去好像被一种半透明的薄膜保护着。正如开头指出的，这名尸体就像植物人。据宇航员利用舱内的生理仪器做了初步鉴定，又通过遥测技术任务指挥的医学研究判断，得出他仍然有生命迹象，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所以看到这里，一定有许多小伙伴震惊了，觉得这个视频简直如假包换。不管是外星人也好，还是视频里面解剖尸体的宇航员也好，都表现得出相当专业的水平，几乎快说动了广大民众。然而这件事情隐藏的玄机一定会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先不说这个尸体是真的假的，如果真的像描述的那样，宇航员在用镊子拆除奇怪的装置的时候，竟然穿的不是宇航服，在视频里不难看得出拿着镊子的手有刻意躲避镜头不被拍到，但还是有几秒钟露了出来，这很明显就是在造假。其实后来编造骗局的人也出来承认了，正是法国艺术家提埃里斯佩斯。2017年，他在个人网站上发过声明，这个蒙娜丽莎外星人其实是自己制作的雕塑级皮套，是他打造的艺术品。而且最初出现蒙娜丽莎的视频日期也有暗示，是2007年的4月1日，是愚人节当天。但是现在这个网站已经不存在了，只有零星的一点视频资料。而到现在仍然广泛流传着这个传说，许多人以讹传讹，误信为真。当然，这个艺术家真的很聪明，本来蒙娜丽莎这具尸体的存在其实是讲得通的，他把雕塑打造的和人一样，还有额头上的第3只眼睛，以及与他外星人身份之间的联系很难被怀疑。乍一看这个尸体，3只眼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玛雅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古代神秘艺术，面部五官还有可疑的装置，总是给群众一种他是古代埃及人的感觉，而不是外星人。其实关于阿波罗20号登月任务的视频里，有出现外星飞船的巨大废墟，虽然可以算是可信度很高的证据，但事实上和许多骗局一样，也是事实与虚构的结合。它的起点是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于1971年在月球轨道上进行的阿波罗15号任务期间拍摄的照片。阿波罗15号任务是第4次将人降落在月球上，这些照片显示了看起来像雪茄型物体的月球陨石坑。骗子显然是利用远景图造成的人类视觉错误，一旦切到近景，只会看到是一座小沙丘，只有远看才是一艘巨型的宇宙飞船。另外还有一个场景是阿波罗20号的外星人城市废墟，也是合成的。在视频当中展现的月球废墟城，其实是1978年出版的《诺查丹马斯》里面的建筑插画，被移花接木到了一张原始 NASA 的月球表面的照片。这个作家的风格属于科学幻想风和中古梦幻风，被当成月球都市还是很符合场景的。再加上月球表面的素材是 NASA 发布的阿波罗17号照片，一合成就成为了阿波罗20号的月球废墟城市了。这些所谓阿波罗20号秘密任务的视频，宇航员既参观了月球表面的一座很古老城市，又参观了外星人飞船，他们还能够在飞船上收集外星人的尸体带回到地球。据科学家对城市和船舶流星撞击密度的分析显然表明，城市和飞船在那里待了大约15亿年。要是真的这样的话，还轮得到阿波罗20号发现吗？退一万步说，阿波罗20号是从未飞行过的任务。虽然视频当中存在着许多缺陷，当成是恶作剧搞一搞还是挺悬的，但必须承认伪造视频还是做得挺不错的，看上去也很神奇，不然也不能骗得过这么多人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外星人的话题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，我看一下，如果受众群体多的话，我会在接下来给大家深挖一下关于外星人的神秘科普。那我是郑郑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